迎收看《民主时刻》。我们都知道，中美对抗是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主旋律。可是，这个最重要的对抗主旋律，过去我们都认为它在高科技产业、在晶圆产业、在 AI 产业，但没有想到，当川普王者归来，当川普重新回到白宫之后，他才刚刚宣布当选。没有想到中国的产业真的吓坏了。现在中国急着要离开的已经不是它的高科技产业。我们今天听到是，你今天是做咖啡机的，你今天是做家电的，这种本来认为说是一般的家庭产品，这个是技术层次不是那么高，这是一般人都可以享受到的，就没有想到现在这些产业也说都要急着离开中国，因为川普已经讲了，他要科60%到100%的关税。如果真的科了这么高的关税，你现在不要讲说你的晶圆产业，不要讲说你的 AI 产业，现在是所有的产业它都无法承受。我们知道中国能够崛起，是因为它担任世界的工厂，它担任世界的工厂，用它的人力，用它的技术，让整个中国发达起来。如果现在这个中美的竞争已经激烈到任何的产业，每一个产业每一个角落，现在真的要逼中国的产业全部都要离开，真的要打破中国制造的神话的话，那中国能够承受得了吗？好，我们今天请到来宾的采访，首位的财经专家黄世松，你好，大家好。好，第二位是财经专家吕国珍，大家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杨慧珍，大家好，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张宇轩，大家好。好，第五位是桃园市议员黄敬平，大家平安。我们都知道，川普上任之后，中美关系会越来越紧张，而且对于中国的产业压力会越来越大。但我没有想到，川普才刚刚宣布当选，对，刚刚宣布当选，《华尔街日报》还有很多的媒体就报道说，他们现在非常重要的，刚刚讲的，你现在做咖啡机的，你现在做家电的，这种本来都是低阶的这些产品，现在也要一个一个的离开中国了。没错，宝姐，事实上，川普上台之后，我觉得中国的苦日子跟坏日子恐怕真的要来临了，才要来临。对，为什么呢？你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打贸易战，2019年的科技战的时候，中国已经长期失血了，就没想到这一次川普在上来之后，他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我会科50%到60%的关税。一科下去之后，你知道谁最聪明？这个所谓业者最聪明啊！所以你看，马上《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川普胜选之后呢，这个澳洲的这个家电商伯父呢，他已经准备要跑了，还有美国的家电商呢，也准备要往外跑了。所以还有不止这样，还有很多中国厂商也要往外跑了。所以现在大家都是阿伯阿浪杠，要赶快跑，不然的话，在中国里面来说，恐怕会被这个60%。我就说了，事实上上次的这个关税战里面来说，川普可能是拿了小刀去戳你，这一次他是拿着机关枪60%这样一直扫射啊，对，扫射下去的话，可能中国本土的产业或者外企你要留在那边的话，恐怕真的会阵亡。而且你说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压力，对，连习近平都受不了了。当然，习近平过去刚刚讲的，你不管是过去的川普第一任当选，或者是这个拜登的这个当选，对，他在丢贺电的时候都隔了1个礼拜，隔了2个礼拜，我就好整以暇，我是大国，我干嘛急着跟你祝贺？是。但是今天我最惊讶的是，川普昨天才刚刚宣布当选，我们台湾都还没有动作，对，台湾都还没有动作的时候，我刚刚讲，习近平已经发贺电了，对，习近平刚刚讲的说，我们2个国家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对，没错。习近平上一次我跟他讲，上一次的这个拜登当选的时候，他是11月初投票，对不对？他一直到了当个月的11月25号，他才拍贺电给这个拜登。好，另外一个这个所谓的川普上一次呢，也没有那么快。但你看11月7号的晚上，他就马上致电给这个川普，就恭贺他这个当选美国总统。然后他说，中美2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啊。他就说，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2国关系，符合2国的共同利益，还有国际社会的期待，但或者是互相尊重、和平共处，这样子当然就释出善意嘛，对不对？我主动，我都跟你当选，我就马上跟你说恭喜你啦。那我们希望可以互相合作啊。所以你知道，事实上，习近平这次对川普的姿态是摆得蛮软的。像我们这种外行人讲，你照理讲，你给这个贺电，对4平8稳啊。是，照这个贺电，你当选之后，我发贺电也没什么了不起啊。可以从发贺电的时间，还有他的用词用语，对，习近平已经软了。对，你看，普丁他说我都不发贺电给川普啊，对，很多人都不发。因为2个关系还非常紧张。对啊，那你说竞争有恭喜啊？没有啊，你看习近平马上送上贺电。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2国的利益。还有，我们希望2个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如果你根本没办法的，我就是恭喜你。
恭喜你，美国去找到一个好的总统，对，这样就够了。是可是没有，一直在强调我们两个国家要好好合作。对，所以为什么要强调这么多？因为没有这样，所以就要好好合作。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他也感受到了来自川普，他真的有压力了。当然，宝杰，那事实上他跟川普有打过交道，他跟川普承诺过的事情，他有做到吗？没有做到。你觉得川普会怎么做？当然不会放过他。所以嘛，他也知道嘛，他也知道你要跟我算账嘛，所以我才跟你说，现在川普绝对会拿着机关枪扫射，而且他可能还有更多武器，他绝对会把中国打趴。这一次绝对会这样做。而且你刚刚讲说，在川普2018、2019年发动经济战争的时候，当时中国的国力还是很强哦，中国国际当时还是全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是，当时等于说，他有影响力，影响到了东南亚，还影响东北亚，甚至他对欧洲都有影响力。可以说现在，今非昔比了。对，刚刚讲的外资投资一年比一年少。对，他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对，更可怕的是，他现在越来越孤立了。对，没错。你看，这是外资的投资一直在减少的这个，从正值就原本是正值，然后一直到负值的这个状况。好，外资跑了。另外第二个，我们看台湾最明显。台湾过去我们最大出口国都是中国、中国现在变成是美国，美国往上窜，所以也就是说，最重要的这个科技供应链都已经从中国移出来了，跑到这个跟美国在一起的。对，所以呢，这个趋势非常明显。你看，从2018，你看2018当时最高在打的时候，差别最大，差异最大。你看差距这么大，到现在为止来说，黄金交叉。你就知道说，川普的贸易战跟科技战打下去，对中国的经济体质到底伤的是有多重啊？所以你说台商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过去我们刚刚讲的台商对中国的依赖其实蛮深的，我们其实一直把中国当成生产基地，所以我们的半成品都送到中国去加工。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连中国，我们都已经慢慢移开了。对，所以有些说台商跑了非常多。好，那台商跑了非常多之后，当然日本厂商、韩国厂商也跑了，所以这些厂商都很聪明，都跑了。但是还有一些后知后觉啦，后知后觉呢，现在也准备要跑了。这就是我们讲到了博富公司。对，这个是所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好，那这个博富公司它生产什么？它生产这个包括说像一些小家电的这个烤面包机啦、烤箱啦这些东西。就他说，可是这都很低阶啊，这又不是跟你的国力有关系，这又不是中美对抗的主轴，有需要跑吗？对，所以因为他以前也是这样认为啊，这个不是主轴，所以我没有必要跑，我也没有高科技，我是这个中高阶的家电，反正中国人力便宜，我就这样来生产嘛，对不对？好，可是问题是，我说了，川普这一次是无差别攻击。他一路磕60%，我管你是哪家公司，你在中国生产，你就是给我磕60%。对，我原本卖100块，变成卖160块，那你觉得他要怎么办？没有竞争力了，他就只好跑。对，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美国的家电业者也只好跑。对，所以我才说这一次的60%一磕下去的时候，是所有在中国的外企，在所有中国的这个本土企业。你只要卖到美国市场，美国市场跟中国一年的交易量有中国出口到美国有3000多亿美金以上，这么多的数字，你要怎么避？所以你的意思说，我只要想赚美国市场的钱，我只要想赚美国人的钱，对，我都没有办法再留在中国了，你就给我离开中国。所以我才说，这个不是只有这个中国的厂商，还有外国厂商，所有厂商你都搞啊造。所以才说现在为什么很多厂，我跟大家讲。现在很多这个东南亚啦，或者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很多厂商都开始接到很多地方政府都接到很多这个来自中国的电话，说哎，有没有土地啊？我们赶快要迁出来。现在这种趋势是相当急迫。而且你讲说中国现在的产状，从李克强指数可以看出来，我们讲很多中国的指数都不可被信赖。和李克强讲，我就很简单看几个东西。我几个看什么？我第一个我就看我们的用电量，第二个我就看我铁公路的这个运输量，第三个我就看我的失业率。对，如果你用这3个指标的话，中国真的从2018年之后就一直在衰退当中。对，你看这几年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用电量开始在衰退，对不对？那中国的运输量也开始在由高峰往下走，那甚至是中国的 GDP， 你看中国 GDP 过去是高位哦，现在开始往下低走的这个状况。那你跟我讲中国，我觉得这个失业率是最准的。你看失业率过去一段时间都是这样，这个在2018、19年之前是这么低，现在都已经来到这么高，所以告诉你说。中国的经济的确已经受到非常严重的重创的一个局面了。而且你讲说，就看到了中国有一个最大的指标，那就是台湾。当然，本来一直担心说，你川普上台了以后，你怎么对付台湾？你说不用担心。你说我们没有想到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台湾不是已经慢慢的离开了中国吗？慢慢离开中国，我们知道台商这个趋势，可是我们不知道的另外一个趋势是台商。竟然大举的进到了美国去。刚刚讲我们的半导体，台积电、日月光、环球晶、鸿海、合作、伟创。刚刚讲我在亚利桑那、加州、德州，包括这个奇瓦州，这些
我们都已经到了美国本土了。对，事实上不止到美国本土，美墨边境都去了。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拜登呢是说，你可以到这个所谓墨西哥设厂都没有关系，反正你还是可以适用北美贸易协定，你还是可以享用关税的豁免。可是问题是，川普不一样。所以他说现在变成怎样？我们台湾已经很多，譬如说到墨西哥的这个提华纳然后这个到墨西哥的埃尔帕索，还有雷华兹这些地方。但是问题是，宝杰他们过去在美墨边境，反正我可以产品马上都运到这个美国去了。好，我用这个北美贸易协定的名义，我用低关税进到美国本土。所以过去有非常多，所以我们就说嘛，这个提华纳是这个墨西哥版的东莞，然后这个所谓的雷华兹这边是墨西哥版的这个昆山。就现在怎么办？现在这些人恐怕，如果川普上台之后，我们台商又要展开另外一波的迁徙，就是要把它移到美国去啦，不然怎么办？因为川普说了，你在墨西哥生产的时候，搞不好我要给你课关税啊，我给你课10%、20%的关税，那怎么办？他们就知道往外移，所以我才说，事实上这一次川普上台之后，事实上对企业来讲，他要展开新一波的全球大迁徙，最大的迁徙潮会是从中国大举的往外迁。另外一个迁徙潮是从海外各地大举的回到美国，所以这个趋势来说的话，在川普未来4年任期中，我们会看得非常清楚。好，国正，商业周刊这2期做了2个非常不同的主题。第一个是新台商，也就是没有想到我们台商离开中国之后，我们居然大举的进到了美墨边界，甚至我们跟美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第二个当然讲的，我开始就要去离开中国，离开中国你也特别提到了，中国现在的经济真的非常糟，而且更可怕的是，中国以前有个叫做中国制造神话。所谓的中国制造神话，是因为以中国的人力、以中国工作的态度、以它的整个政府的提供的资源，这些东西其他国家很难提供，所以这个供应链你就很难拉开。但没有想到，你说从这个你去看的，包括只是做咖啡机的啦，只是做这个小家电的啦，你都可以看出来说，中国这个所谓的制造业神话已经没有了。现在中国能够做出来的，台商在别的地方也都能够做出来。特别商业周刊特别提到，我如果在上海，我一天可以生产1000片的这个所谓的主机板的话，我在墨西哥我也可以。对。川普证明的一件事情是，中国制造不可取代的神话已经被打破了，所有的工厂都可以搬离中国，中国是不可取代的，这个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川普选出之后，这家澳洲的伯父马上说我要离开中国，因为关税60%。可是那后面还有一个意义是，谁能够做出这台开飞机？因为我到了现场去看这台咖啡机，这不是低阶产品，很刁的咖啡，喜欢咖啡人嘴巴是很刁的，温度几度？怎么设定？它冲出来怎么冲出来？你说原来不是只有高科技产品，也不是只有半导体产品。你说现在连这种家电产品它也越来越精致了，而这种家电产品以前过去它是离不开中国的。我没有想到你亲自去看了以后，每个细节、每个工序都非常的精雕细琢。过去这种工序跟这种作业的能力，只有中国才有。对，中国制造神话就在这里，全世界最好的产品能够在中国做，而且最有竞争力，成本最低，卖到全世界都非常有竞争力。所以这个咖啡机卖了70多国家，澳洲代工，在中国代工，就是我去看了工厂，现在他说要搬，以前是好的不得了，做出来的产品马上在亚马逊被抢光。像这个忍者咖啡机1个月卖38000台，是中高阶。等，那个咖啡机1个月卖到38000台，一年做1000多亿台币的生意，这是等，我卖个咖啡机1年要做1000多亿，而且是半自动给专业玩家去玩的。你想要玩出好咖啡，这台咖啡机的功能都有，所以这是非常难做的。比 iPhone 还要难做的生产线，为什么我说比 iPhone 难做呢？我去现场看的时候，我想说你们怎么跟我说这比 iPhone 难做？你知道吗？他在麻州是设计把美国人最好的概念，美国人想象说我这个产品要怎么样，煮咖啡人有什么想象？好，想象之后要满足嘛，所以在深圳要养1000多个直接驻场工程师，为了卖咖啡机养1000个人，天天就一台咖啡机。我要有1000个工程师在那边 stand by， 上面研究说我如何用中国最好的制造的产线，我要用最好的材料，我如何设计出最有规模化的产线，这样才能够在全世界举世无双。所以1000个人在驻场研发，从品管检测所有的产线，他们自己设计的。所以我在这里看到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傻眼。原来在亚马逊卖最好的咖啡机是1000个多了研发出来。你要知道哦，咖啡机在煮的时候是会有蒸汽几度，所以它在生产过程中就先检测了，一边做一边检测，一边做一边检测。所以咖啡每个功能
它每个产线对都非常的高度，也就是刚刚讲的，它是从磨豆，它到煮，然后它全部都是一体成型的。它一次完成的时候，就是我要保存这个豆子的鲜度，我要磨豆的这个每一个这个颗粒要非常的一致，然后我要开始冲煮这个量，我的温度、我的水温、我的速度，我都要达到我的标准。你说，当我在储存，当我在磨豆，当我在冲煮的过程里面，我每一道工序做完之后，我都马上检测。所以做 iPhone 怎么用蒸汽那边蒸呢？不可能。所以我在那边产线看到一边有电线，一边在蒸水蒸气的时候，我就傻眼了。那电线不会生锈吗？可是它就是在现场这样检验，最后整台出来完全不用再评检了，因为每一段都检测好了。所以它那么多复杂功能，竟然完全没有检验，不用再煮出一杯咖啡，这让我非常想象。结果他跟我说，这条产线成本要贵4到5倍，所有的原材料只有中国才会供应这么好的材料，然后最便宜原物料，这是中国制造最厉害的地方，也是不可超越的神话。在美国卖这么好，其实完全是有这种底蕴在里面。他们现在可以离开中国吗？而且刚刚讲，这是澳洲的厂牌，然后呢再按照美国这个工程师的一个设计，但是这个代工是台湾的台商，对，是台商做全世界对大代工厂。所以我们刚才看到澳洲的伯父或侠客忍者，其实都是台商代工厂，但是有非常多中国的驻厂工程师。所以我问他说，川普当选，你们会不会搬家？他跟我说，全世界中国制造是世界举世无双的，不可能被取代。泰国、墨西哥这些聚落效应的都没有办法满足这些业者。结果我现在看新闻，川普一选上，人家说要跑了，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事情。所以刚刚讲的不是伯父要跑了，连这个侠客忍者都要跑了。因为他决定，如果川普要课60%关税，他就要去泰国。虽然他会继续养那些工程师，但是对不起，我现在要去泰国才有办法应对所谓的川普的要求。更重要是，这个不可取代的神话被取代了。这个地方叫墨西哥，因为川普的科技战跟贸易战逼得林百里童子贤。这么一件事情，墨西哥工人不行吗？你叫他2手拿主机板，他偏偏用1手拿。你骂他，他当天还没下班就跑去人资投诉你了，说我不是来做你的奴隶。结果因为川普跟美国的科技战、贸易战，逼着林百里、童子贤、伟创、英业达这些公司还是要往前做。你给我想办法！你就狗急，你要太强，逼到最后你还是做出来。所以做到什么地步？圣诞节的时候有许愿池，小孩可以许愿说，爸爸在那个工厂工作，我圣诞节想要礼物就会实现。HR 人资要去你家送礼物，把你当成家人，墨西哥工人才有办法为你拼命。他认为这个老板真是好老板，是这样一路调整过来的。所以现在怎样？1680个人产线做到800，一天可以产1000片主机板。英业达的墨西哥厂跟上海厂现在产能一模一样，完全没有差别了。所以现在非常厉害啊，已经完成是他们英业达的厂。所以以前只有在上海厂我才可以做到主机板一天1000片。现在我进人的墨西哥，我也可以做到一天1000片了。就是被逼出来，原本一手拿，完全不重视品质。做不好啊，你骂他，他会说马上会投诉你。可是现在英业达怎么样？人家已经可以做先进的产品，所以我在那边看到中国工程师说，我们举世无敌，没有人能够打败我的。告诉你，墨西哥已经在生产全世界最先进的 AI 伺服器，华雷兹已经变成昆山了，它的产能已经电子5哥有4个已经到那边了，产能已经跟昆山一样多了。所以证明一件事情。中国制造不可取代的神话已经改变了，所以整个供应链现在是怎样？电子4哥带着所有供应链跑到中国开会，说你要不要搬？你不搬，我就把你收了，全部都要跟着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表，所以不是只有台积电走，不是只有日月光走，不是只有鸿海走，不是只有和硕走，他们现在是把所有的供应链都要带走。所以你到华雷兹看到像昆山一样，你到另外一个城市看到就说东莞一样，最重要的是整个供应链都可以离开中国，所以不是不可离开了。你可以看到侠客忍者跟伯父的8飞机。以后也可以搬离中国，所以世界取代中国，中国会越来越惨，这件事情会发生。好，慧珍，刚刚讲的，在这个川普胜选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非常显眼的人物，对，就是伊隆马斯克。而你说伊隆马斯克跟川普的结合非常的恐怖，他们两个的结合代表什么？为什么这次伊隆马斯克会支持川普？是因为拜登对我做了很多的监管、很多的监控，让我非常的不爽。而如果今天他们两个人合作，代表以前我要给你反托拉斯了，以前我要给你做很多管制了，以前做很多限制了。现在第一个，我要对其他国家都高关税；第二个是我对于美国本土的企业，过去在你身上的捆楼索，
我要全部都剪掉了。是我跟你讲哦，这张照片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呢？伊隆马斯克竟然直接跟川普整个家族站在一起。你说这个是他胜选之后的川普家族，川普家族里面只有一个外人。这个外人就是伊隆马斯克跟他儿子。是啊，还有你知道吗？伊隆马斯克他为了这一次帮川普助选，你知道他投入多少钱吗？光新台币算起来超过24亿，他进行一个豪赌那之前有一些什么抽奖，那个我们都讲过，都不用多提。好，现在他确定就是川普当选，他押宝押法成功，大家在讨论伊隆马斯克到底要什么？就后来大家对，我也好奇他到底要什么。对，像我们台湾就很害怕说，他会不会要中国的市场？会不会逼着美国跟中国和解，然后又把台湾卖了？我跟你讲，他们现在有个比喻，我觉得讲得非常好。现在事实上呢，伊隆马斯克是要把美国政府变成一家新创公司，就是呢，你的工商，他要把美国政府变成一家新创公司。其实川普之前说过，他说什么？他说我可能会成立一个叫做政府效率委员会，就是要来伊隆马斯克来监管。那为什么伊隆马斯克要来管理这个政府效率委员会？因为伊隆马斯克说，这些所有的法规、所有这些规定都是扼杀我们美国公司，都是阻碍我们公司成长。所以他现在上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以前你不准我做的，以前你管我太多的，以前你妨碍我，不管是 SpaceX 还是妨碍我特斯拉成长的这些规定，我通通都要取消掉。那不就是大雷根主义又回来了吗？因为雷根以前讲过一个非常有名的话，雷根当时讲说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对，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对，那所以我要把这个政府越搞越小就好，对。难道现在川普也要搞这一套？真的，因为那个他就说那个效率委员会呢，要管理什么？马斯克就直接说我要管理政府支出，他就是简单讲，帮你裁。我后来越来越爬书之后，我觉得伊隆马斯克真的跟美国很多单位的政府都杠上，你知道吗？其中有一个超级好笑，其中呢有一个叫做加州沿海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干嘛呢？我们都知道，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其实他取得很多的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美国政府的一些标案嘛，什么星盾计划，它总共有多少你知道吗？2024年有135亿美元哦。2030年甚至要来上看630亿美元哦，那听起来很多啊。那应该跟美国政府好好合作啊。对，就会发生什么事？就是他们这个，就你现在看到这个新建，他那时候要为了要那个，就是要可以回收嘛，什么用筷子夹住，然后让它出去之后可以回收这件事情，他们就说，美国空军就说，因为我们要进行很多的这样子的火箭的试射，所以呢，我们从原本1年让我们试射36次，我们现在要变成要试射到50次，因为我们卫星以后越来越多，什么火箭越多，就要开始提出的要求。结果你知道吗？竟然被这个加州沿海委员会给否决。你知道否决原因为什么吗？原因什么？因为那个音爆太大声了，会影响到这个加州当地的一些野生动物跟当地的人。然后他们整个抓狂啊，心里想说：你为了这个音爆太大声，因为影响这边野生动物，你把我 SpaceX 要发射多机会的这个既然否决掉，然后呢，连美国空军都没有办法接受。SpaceX 已经是全世界发射频率最高的。他还不满足，他不要有任何限制，他不要有任何限制啊！你知道，我跟你讲，他现在那个夹子可以弄了，对不对？那个夹子如果这样弄出去之后，它那个载体是可以回到自己安全，回到自己这个夹子上。它以后它就完全降低了它这个所谓的成本了，它可以重复使用。以后人都可以上火星所以有一篇报道，你知道吗？他直接写为什么这个伊隆马斯克他要支持川普，因为伊隆马斯克要上火星。你阻止他上火星，他把人运到火星去，你怎么可能阻止他？所以现在伊隆马斯克要把我阻碍前面的石头全部踢掉，而帮我踢掉石头的人就是川普。对，然后呢，这个只是 Space 的部分，而且另外一个电动车那个也超级好笑，他就说怎么样？他说呢，他那个过去我们想说，不对啊，川普是高关税啊，而且呢，他又是那个电动车，感觉上不是很有利，因为他要怎么弄石油，又要开始挖嘛。那你为什么伊隆马斯克你要支持他呢？就伊隆马斯克就是现在报道的说，他说因为我现在很多的，包括我的全自驾。包括我的一些就是那个无人这个叫什么自驾的计程车，这一些我都技术上都可以做到，但是都因为法规的限制不让我做。那中国的杭州都在做了。对，你讲对了，杭州在做，你不让我在加州做。所以呢，他们说第一件事，伊隆马斯克如果真的要进入政府，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刚刚讲到否决掉他50次的那个什么加州沿海委员会，第一个就把它 fire 掉 ，You are fired。对，然后第二个他要干嘛呢？他要把那个阻止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去制定任何
阻碍他的那个无人什么计程车可以上架的。他就是说，你所有这些阻止我、妨碍我的，我通通要把它给取消掉。这也太疯狂了吧？对啊，所以他们就讲到说，当一个疯子遇到另外一个更疯狂的疯子的情况之下，就是现在美国已经要完全步入一个未知的领域。这个未知的领域是代表着他们要全力、火力全开，迈向 AI， 迈向火星，迈向一个全新未知的世界。而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就是伊隆马斯克，因为他要带领着全世界航向一个未知的未来。好，所以石头刚才讲的，川普当选之后，道琼涨了1000多点，然后整个所有都大涨。那想说你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你说搞了半天跟伊隆马斯克有关，还有现在习近平为什么赶快发这颗点？我们刚才讲，当然有认输的味道，因为他也知道，在未来的这个世界里面，你不管在科技上，在整个霸权上，你已经没有办法跟美国比拼了。对，没错。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美国在这个川普当选之后大涨1000多点，大家觉得莫名其妙，川普觉得怎么会涨那么多？我跟他讲很简单，因为川普呢，他会对美国企业都会监管会放松。包括说美国昨天的银行股也大涨，对，他也会把那些银行股的监管啊什么，因为本来共和党就是对银行对监管会放的比较松的，包括说，可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不就是因为你之前放的太松吗？你房利美、房地美，你这些所谓的这些额外的特别的这个所谓债券，对，不搞得天下大乱吗？所以他又回来了嘛，他又重新把它放宽嘛，放宽之后，你看美国就会大涨嘛，那不是只有对银行股的这个放宽。他对这个高科技业也是一样，因为他过去几年的时间，民主党一直在调查那高科技啊 ，Google 啊，你是不是垄断啊？然后这个苹果是不是垄断？一直这样，他以后不会干这种事，他不管了。对，所以你知道那些高科技业者很开心呐、只是难怪这一次矽谷的大老板前仆后继的支持川普，连刚才讲的。连今天的贝佐斯都支持他了。他这个川普不是有说吗？这个库克有打电话给他、啊，然后这个贝佐斯不是最后一天这个所谓华盛顿邮报都没有表态嘛？对，所以说事实上他这个很多大老板其实是很欢迎川普回来的。另外就是讲到伊隆马斯克，伊隆马斯克为什么要那么挺他？宝姐很简单，因为伊隆马斯克现在所有的事业都被美国监管，被卡住了。刚才也慧珍讲到了，包括说他的这个自驾车，他的自驾车因为之前有发生过很多车祸啊。所以美国的这个包括交通道路管理委员会啦，或者美国很多都是说，你不能够这样子，你不能够这个在里面再试驾，不能够再放宽，我们顶多就是让你这样子。不是，而且美国很夸张，美国现在不是讲在加州很多地方我已经开放一些路段吗？我都已经开放让路段叫你 L3 的这个都可以去自驾，只有一个不行。我不让特斯拉。对啊，因为他有太多问题啦，他有很多问题啊。那结果他现在，如果他现在上台，他如果这个可以对川普有影响力的话，这些都可以拿掉。所以未来搞不好他会他整个自驾车会发展的更加快速，这是在他希望的这个特斯拉方面。另外第二个是 NASA， 因为为什么 NASA 其实他 NASA 也是一样啊。过去一段时间内，这个拜登政府对于什么重返火星这个他不是很感兴趣，但川普很有兴趣啊。川普认为说，我们未来重返火星，我们要大搞这个所谓的 NASA， 要大搞航空事业啊，所以他有可能会增加要求 NASA 多跟这个伊隆马斯克。所以说两个疯狂的人现在结合在一起。对，那还有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星链计划。为什么？其实伊隆马斯克很看重这个哦，因为什么？因为在拜登时代里面，他有弄一个所谓的这个电信的基础建设，但是电信基础建设，他在郊区他还是拉光纤啊。他既然伊隆马斯克跟他说 ，Man， 你就用卫星就好了嘛。用我的星链计划，我们用个这个地面接收盘就可以跟星链连接，所以等于说他其实有非常多生意，未来都可以跟美国政府结合在一起嘛。那所以他为什么这次那么挺川普？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希望说，未来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只要放松监管，因为其实伊隆马斯克要的是你不要管我，你让我去发展，你让我这样做我就 OK。但是大家会担心说，那你伊隆马斯克对中国会不会太友善了？对，这个友善会不会把台湾给出卖了？对，我们看到了这个时刻。那你还要打中美对抗战吗？而且这个是另外一件事。伊隆马斯克其实比较在意的是美国本身的这个发展，他的特斯拉呢，目前为止在中国呢，慢慢的可能会变成一个鸡肋。因为什么？因为他在中国的话，他显然也打不过这个比亚迪这些公司。那你说星链计划可以到中国去吗？也不可能。你说太空事业可以到那边去吗？也不可能。其实我觉得，其实伊隆马斯克是非常聪明的生意人呐。不过我觉得这个大家也看看就好。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在这个川普的第一任期的时候，其实伊隆马斯克当时跟川普是很好的哦，他有加入他2个这个委员会，
就后来川普就说我要退出这个巴黎协定，他就离开川普的这个阵营，他后来加入拜登的阵营去骂川普啊，甚至他在这个2022年，川普刚要上任总统的时候，他还说川普就每天那边这个嘴巴那边乱讲话，他还骂过他。不过因为后来可能因为某些利益又结合在一起，不过他们这些都是什么？这个个性，这个可能随时会转换。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的相处也是值得我们观察。